我们这样吃素吃了3年，我没有吃过素这个味道素食的菜有这个味道。我没有听过露比讲其他餐厅到这个程度我真的好想哭哦，我真的觉得很荒谬。你们就来吃吧。所以原本北平金厨也是荤食的吗？荤食的。那是什么因缘际会下让你决定把它变成素食的？ Hello， 欢迎来到野路餐店，我是路比，我是小野。今天我们来到台北非常有名的北平金厨。那这一间店呢，它是位在天母，很多人都跟我们一直推荐说这家店非常厉害，然后功夫很道地。那它其实走进来，你会有一种怀旧的饭店的那种风格，很像走进那种以前的那种饭馆。那它的旁边这边有一个停车场，所以它停车是非常方便的。全部的桌子啊，加起来有26桌，那可以容纳的人数是180人，有4人桌，然后也有像这种圆桌，另外还有2个包厢。那我们现在先不多说，我要先从它的非常厉害的面点开始。东北酸菜锅贴，你看它的冰花，哇，超夸张的脆度。它那个底的那个焦焦的地方好香哦，里面馅料调味非常的好，然后有一些杏鲍菇的口感，然后冬粉，然后因为它皮很有嚼劲，搭配里面的馅料，然后带一点酸菜的酸酸甜甜的风味，很好吃。下一个萝卜丝饼，跟我手掌差不多大，太夸张了！这开我在旁边哦，我要每天早上下来买，也不是他早上没开。你可以看到那个萝卜有没有丝滑的这样，很鲜，很滑的那种口感，好好吃。它现在很怕我把它吃掉。对，那我们就先吃它的酱烧金灵菇。哇塞，这什么味道？很不像素的味道。它有一些菇的地方有一点焦，会有一个炙烧山猪肉的味道。对，我可以说，目前为止我们这样吃素吃了3年，我没有吃过素菜这个味道，素食的菜有这个味道。是它的料理手法导致它有这样子的香气爆出来，而且它现在是冷的哦，香气程度还可以这样，我真的觉得超猛。小松菜沙茶羊肉，这一道是他们家老板推荐的，对，说这道很强。我跟你说，它虽然是豆皮哦，但它现在完全被它的沙茶的味道吸附进去了。而且小松菜我觉得搭配非常好，它很嫩。还有一个是咸度刚刚好。通常这一道会需要配饭，因为我刚刚已经说我觉得需要配饭，因为我们今天的真的是很重口味，但我觉得现在就是真的很刚好。我们2个第一次吃饭超这样哎，好扯哦。他们家的客家小炒这一道也是做全素的哦。他们家的锅气真的很厉害。我觉得素食最难的地方就是那个油，但是它每一道都做到那个油香，荤食的那种油香做出来，可是它又不会让你油到觉得很腻，油刚好，有油香，食材那个也把那个酱香整个都吃进去了，刚刚好。你懂我在说什么吗？我没有听过露比讲其他餐厅讲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就是一家餐厅用心的程度。你看它的杏鲍菇，菇类就是要煸到这样，已经是焦焦的了，它一定要处理过。3层肉拿起来，我拍一张。这也太像了，它虽然是塑料没错，但是我觉得处理得很好，没有那个动物性的那种油耗味。然后它同时又让荤食者不觉得他在吃素。再来是他们家的避风塘，来避风塘，避风塘，这是老板急推的一道，好像洋葱圈哦。我今天想讲的是，我们真的放凉了，真的凉了。我看咬下去每一口都还是脆的。为什么会有洋葱圈的味道？有哎。你好慢啊！每个人的那个味蕾不一样啊。这个怎么讲？我觉得它这道是比较偏重口味，一定要留下来撒在饭上面吃，是非常值得点的。它其实也算是功夫菜，避风塘在荤食其实也是个功夫菜。这叫梅汁五柳鱼，然后老板说不能用淋的，要用沾的。他有特别讲，他这就是如果淋上去的话，它每一片就不会那么的酥脆。哇，很像吃韩国的糖醋肉。哇，我很久没有吃到这么正统的糖醋，这种味道已经很难找了，因为要花的功夫，可能很多的餐厅不愿意花那么久的时间来做，这里保留那个味道。它这个只是在尾端会给你一点点这样梅子的清香。我觉得现在要吃到功夫菜很难啦，其实有时候正统的这种功夫菜才是最让人怀念的。对。但我们吃它的3杯猴头菇，无话可说了。它连老姜都处理到让你完全不觉得有不舒服的地方。我来拜师了。
酱汁的浓郁程度怎么有办法素食的做到让我觉得它那个酱汁很像有鸡肉的感觉？就是很多的素食的3倍猴头菇，它炒起来它就是水水的，就它做不到那一种有鸡的油脂跟那种胶质在里面的那种浓郁程度。你形容的很好哎。荤食的很简单，因为只要有鸡肉，它鸡肉本身就会释放胶质跟油脂，让它整个汤汁是勾在一起的。可是它没有，但是它有办法做到全部猴头菇吸满那个汤汁，然后同时它又很浓郁，然后油脂又让你感觉好像有点黏嘴。重点是它没有勾芡。对，这真的是真功夫。再是他们的鲜豆焗丝，豆子说一颗一颗手工剥的。我现在蛮惧怕的，如果它做到非常好吃，我就会很佩服它。什么意思？这什么味道？它不是我想象中的三色豆哎，好像你在吃比较脆的鲑鱼卵。因为我刚刚脑袋一直在想三色豆，但是大家知道三色豆它是被冷冻过的，冷冻过它的口感就是 hooky， 你把它想象成荷兰豆爆出来的那个里面那一颗就是脆的，好鲜，它有酒香，有锅气，有脆口，有鲜，全部结合在一起，完全没有豌豆的味道。眉头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因为有人跟我反映，我每次都皱眉头，我现在就另外一种方式去品尝。但这一道是让我惊艳到皱眉头，好好吃。再来我们要吃今天唯一乐吃的秦香臭豆腐。它的臭豆腐有一个鲜味，我觉得很好吃哎，是你嘴巴会留下香气的。对，眉头皱得好酸哦。那我们现在是礼拜一哦的中午哦，12点15分，楼上已经坐满了，现在已经下来又有2组客人了。这道是澎湖海菜烩白玉，这是我之前做过的豆腐脑。我输了，对不起。这豆腐脑 level 不一样。对不起。连叔，我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我要来拜师了。因为它的食材堆叠太厉害了，它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为什么那么鲜啊？现在素食餐厅也真的很多，你要求到每一个食材你都要处理过，这件事情真的不简单，不容易哦。这是传承下来的一个中菜精神。精神对。连叔在跟我们聊天这样的过程当中，菜不惊人死不休。我们来吃它的梅干扣骨，哇，底下都是铺了那个杏鲍菇、莲子，最后才是梅干菜，哇！这真的是传统的哦，我现在觉得好感动哦。我觉得这要传承下去。我现在好想哭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哭，我现在觉得很荒谬。可是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你为什么会想要哭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能够坚持这样的东西不容易。如果我今天是个荤食者，我看到我可能不会有任何感受，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是自己在做菜，然后是素食者，又是这样的画面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感觉。哎，我真的不想评论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评论，你们就来吃吧。我到现在完全没有配饭，每个味道我都是觉得可以接受，但同时我又不会觉得它味道清淡。这道菜也不例外，传统延续下来的历史跟它的文化是有很深层的底蕴的。我们现在来吃它的新加坡拉萨锅，哇，你看这个腰果，它已经，大家吃啊，一整个直接。它带了一个酸味进去，很多的拉萨是不会带酸味进去的，所以很腻。可是因为它带了一个酸味进去，所以它整个是清香的。再我们来吃他们家的姜母锅，它这是季节限定的嘛，冬天才有。那如果你今天过了这个季节，就吃拉萨锅。你知道这个是一滴酒都没有加吗？滚的过程中就一直闻到有那个酒香气，完全没有酒精是一定的。是有一个食材让它可以有这个味道吗？慢慢想。你慢慢想。现在连叔在旁边，然后烤鹿饼，我很喜欢它当归的香气。对啊，我刚才想可能是中药材堆叠出来的。你说对了。对啊，是不是？好扯。最后一道就是他们家的，最后一道了吗？对，最后一道他们家的烙饼，它就很简单，它没有加油条，它就是面团，然后打揉成条之后压，然后擀，然后直接煎。它没有葱，但是有葱油饼的味道。它厉害的地方在哪？传统的葱油饼它是猪油做的，它没有猪油，它有那个香气。可是它那个香气，它没有对那跟油个香气没关系，是面点本身弄出来的香气。但是它化学反应出来的那个油香是很香的。光嚼就很香了。今天这一桌我们点的都是可以做全素的，来到这边就照我们今天这样，然后一定要跟他们讲说你没有吃蛋，没有吃奶。如果你有吃蛋奶的话，那你的选项当然就更多了。那后面去采访一下这间店的老板。那这位就是我们北平金厨的老板连叔叔。连叔叔，我还不知道你全名怎么称呼。连有福。
连永福。刚刚就想说要先跟连叔叔熬一下，之后有没有机会让我们来拍一集叫“来跟主厨学道菜没问题。没问题。”，来帮让连叔叔或是他的厨师长来教我们一道菜这样子。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所有桌上的菜色，整间餐厅所有的菜色全部都是连叔叔研发的。知道连叔叔自己原本是就是厨师背景，从16岁从16岁开开始学所以原本北平金厨也是荤食的吗？荤食的，那是什么因缘际会下让你决定把它变成素食的？因为妈妈生病比较悬一点，是因为地藏王菩萨借一个老师附在他的身上出来讲话，这样会不会怪力乱神啊？我觉得没关系，没关系对没关系对啊，这真的每个人的故事。是啊是啊，讲话的时候我就说，你想不想你救你妈妈？我当然想啊，那怎么救呢？你把餐厅全部换成素食了，素食我没有做过，我怎么做呢？就过去了。第二次也差不多隔3个月。又附身在同一位，对，地藏菩萨，你再给我3个月好不好？第3次的第3个月又来了，地藏菩萨，我实在不会做怎么办呢？你再给我3个月好不好？哦，他是发脾气的，一踹用力，我吓一跳啊，下跪下去之后，我答应你，餐厅收掉，做成素食。隔天他的那天是礼拜6，礼拜天召集员工，从今天开始要研究素菜，每天带着员工去各家素食餐厅去吃，员工要跟着我就跟着我，不跟着我离开也没关系哈。全部的员工都留下来，没有一个离开的。开幕的时候7月5号，客人来了就是没有烤鸭。就走了，每天都空空的，还好，你知道慈济正在推素，很快就上来了，过半年就全部比以前好。妈妈看到我们决心要做素食了，她就安心的走了。就是他决心做的时候，对，他就那个好像在等他做这件决定的感觉。在生前她就吃素他就了。吃素了。对妈妈原本就是吃素的，或许那个是他埋在心里一直很想要告诉你的事情。对，其实那个心里就不会害怕，前面3个月都要赔钱的。对但是没关系啊，生意有慢慢增长，你就很安心啊。你研发的时候，你会用肉食的料理想手法去想来做吗？对，像我太太也会加入这个想法。北方菜也没落了，讲实在，北方菜能够再延续下去，是因为我经常在变化，全部都要靠自己的 idea， 不断自己去研发。所以他今天会这么感动，就是因为愿意做素食的本来就比较少，又愿意做成这样子的人就更少了。北方菜那些的底蕴是要有人可以接的，还好。我儿子会继续传承下去。谢谢连叔叔，今天对。好，那今天的北平金厨就分享到这边。我觉得已经可以是到台北一定要来吃的餐厅了。很多人都说我们都介绍中部的，台北北部比较少。今天这是台北一定要来吃吃看的北平金厨。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吃过了。那我们今天点的是全素的，那就先到这边，拜拜。拜拜。